星链大概要50颗卫星哈。那如果用无人机来讲啊，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每一架无人机如果说屏蔽你的范围将近30平方公里来讲的话，它预估用1000架或者是2000架的无人机就将你的星链卫星全部屏蔽掉。到时候我们台湾面临一个就是这个完全通讯的中断，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当你的这种电子的数据的传输全部中断，我们的战场管理系统将沦为这个废铁一般，完全没有作用。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发展到1000到2000架的这种屏蔽式的无人机？我觉得以它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是轻而易举。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的浙江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11月初呢，在中国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这个期刊上呢，发表了一个研究，是探讨如何来压制星链这样的低轨卫星的通讯系统在台湾的运作。那研究指出呢，由于星链采取大量低轨卫星跳频啊、自适应这类的通讯技术，地面干扰的方式呢，其实效果不太好。所以他们经过一个模拟计算呢，解放军有一招分布式的干扰策略，就是部署成百上千个小型且同步的无人机干扰器飞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然后形成一个电子屏障，就可以干扰到星链的连线。那从空中手段来断你的网路，甚至还有海底手段，我们待会来讲。那面对这种切断你通讯的战法，那我们又知道无人机产业现在中国几乎就是全球的一个领头羊，所以这套方式的可行性，如果碰上我们现在台湾国军建制的武器，有办法反对吗？有办法破解吗？张教授，我们认为这一个它就是电磁干扰，我认为就是讲一般的话就是盖台，那拿无人机来实施来盖台的这方面的载具，我认为这是单一性的干扰，但是中国大陆在用兵这一方面，它是复合性的干扰，它不见得会用光这个无人机，说这38.5平方公里，它每一架可以这样子，然后横盖到全台。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这个是个分布式的干扰。那打仗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不要做广域式全台给你干扰。我重点是有首要区、有次要区，还有一个开放区。开放区有干扰，中央山脉你干毛手了。那没有人又没有武器又没装备这样的地方，你就不要干扰了。算一算之后精简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2/3是丘陵山脉，1/3是平地，而且重军集在什么地方，这在什么地方干扰，这是第一的位置。对，所以我认为它将来的时候，就是由全面的压制会走向局部的压制或重点的压制，是走这方面。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它的这种复合式的干扰是什么？它用软杀跟硬杀同步实施。这个无人机干扰是软杀，对，是啊。那硬杀直接轰炸、直接摧毁、直接爆破，攻击火箭炮就是啊，或者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就把你干掉，就是这样子啊，或者火箭就把你干掉，这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你这是硬杀，直接破坏了，我才不要去干扰你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有软杀跟硬杀双杀兼施，我们在战场上会用，它不会说只用一个我光用无人机干扰你就好了，我干嘛不用软硬杀双杀呢？一定会。所以战场指挥官一定会有尽诸般所弹、诸般装备跟工具摧毁，就是这样。第三个，我们知道它还混合所使用的叫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电磁脉冲弹是冲击波，你的装备都报销。我电磁脉冲弹啊。第二个，我石墨炸弹，石墨炸弹让你说电子装备，你只要开机，没开机就算了，开机通通给你短路，短路就不能用啦，烧掉了嘛。所以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是。那今天打仗，我干嘛要光用无人机专门干扰你的星链 Starlink 就可以了？光靠无人机，它不会只用单一式的干扰、复合式的干扰、重点式的干扰，还有多重手段的干扰，它会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来看它算它拿这个来算的话，我认为只是一个纯学术。对，学术我就是要单一性，我就要排他性，我就单纯化，就拿讲这个来讲，那是这个样的，那是这是单一是学术性，但是真正在战场上，又是复合性的，是复合性的。所以我看中国大陆学术是单一性，战场使用绝对是复合性。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手段，它会通盘的综合运用来达到它掌握制电磁权的。这方面的这个战术目标有制电磁权了，你其他的武器不是被干扰掉，就是我们讲的不是被失效，你的性能整个衰退，所以在战场上所能够发挥的这种战力跟效果就相对的受限。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我想它现在会从科研跟实用交相并进。是。好，另外一方面还有美国的智库呢，他们现在也做出警告说，2024年中国订购了100万架的小型单向
攻击无人机交付的日期已经非常接近了。那2025年，美国反制无人机的技术支持啊，虽然达到了74亿的美元，但是大多是用这种成本高昂的动能武器来做应对，你单次的发射成本就远高于摧毁无人机的量了，所以就陷入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僵局里面。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他甚至说要把台湾海峡变成无人机地狱的战法。但是解放军的无人机现在是能攻能守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大量采购这种单向攻击无人机之外，他们的北方工业公司还推出了一套弹幕系统，说是可以透过密集的这个弹片墙呢，可以同时摧毁整群的无人机，所以一手有攻，一手有防。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张军觉得是不是美国都望尘莫及？我先讲一下这个星链卫星哦，到底可不可以提供我们台湾？如果说我们的这种海底电缆都断掉以后，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海底电缆断掉以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有多大？大家都知道，马祖的海底电缆曾经因为渔船被拖断过2次，那时候马祖叫得很凶。为什么？你几乎所有东西都断了。现在来讲，一切都是要靠资讯传输跟网络嘛。哈，譬如说是你的这种金融方面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光订饭店也会受到影响哈，几乎全部都中断。啊，那个时候马祖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伤害性有多大。那我们台湾有几条国际的海底电缆上岸的路线，其实只有4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宜兰的头城、淡水、八里，还有屏东的枋山这4个点，所以我们对这4个点是非常敏感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大陆对我们实施这个灰色地带作战来讲的话，将这海底电缆切断来讲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星链卫星，像乌克兰一样。没错。可是星链卫星它的传输速度绝对没有海底电缆来得快。那依据这个科学上面的数据来讲，它可能星链卫星能够传输的只是海底电缆的，可能只有它的这种海底电缆是星链卫星大概是数千倍到10万倍所以如果说这个你要靠星链卫星，大概只能说军事上面的传输，民间的金融啊，或者是旅游啦，或通讯来讲的话，大概都不能用，只能供给军方来用。但是这个星链如果说要的话，我们评估过在台湾整个上空来讲的话，你要部署将近1000到2000颗这星链卫星。那试问一下，美国这个马斯克愿不愿意？它是商用卫星嘛？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租到这么多，在部署在台湾上空？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卫星是会受到干扰的。如果说大陆来讲用这个无人机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星链大概要50颗卫星那如果用无人机来讲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它每一架无人机，如果说屏蔽你的范围将近30平方公里来讲的话，它预估用1000架或者是2000架的无人机就将你的星链卫星全部屏蔽掉。到时候我们台湾面临一个就是这个完全通讯的中断，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当你的这种电子的数据的传输全部中断，我们的战场管理系统将沦为这个废铁一般，完全没有作用。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如果那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发展到1000到2000架的这种屏蔽式的无人机？我觉得以它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是轻而易举。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来讲，我们讲说它发展这个弹幕系统，就是打无人机的了这个各位可能没有经验，我是有经验，打过对空射击。我们那时候对空射击打一个气球这个你对气球来讲的话，它是固定在天上，你都打不到，都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子弹打出去是有抛物线的，你明明瞄的是一个直线，可是子弹飞出去它是往下垂的，是一个抛物线，所以说你没办法算准那个抛物线，刚好打到某一个高度，然后它往下掉的时候刚好打到你气球，所以是非常难打的。那我想说，当过兵的都知道这个你要打一架这个飞机来讲的话，就算慢速飞机或无人机，我们一定要设前置量然后要全排全部一起射击采取对空射击，在飞机的前面前置量取3个或4个前置量来打成一个弹幕，那不是用子弹去打飞机，是用让飞机来撞你的弹幕，所以它这个所谓的这种弹幕系统就是依据这个理念。那在一架机动式的，它是用机动的，那就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随伴，不管是你的战车部队或步兵部队，可以随伴担任野战防空的任务，然后用8×8的轮车然后带着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种快速炮。那快速炮它在前面当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它可以打出一个弹幕。那如果说射程可以到这个，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步机枪弹可以射程大概短则大概3000公尺左右哈，那形成一个弹幕。当然这个弹幕打出去，它就不是只是打一架无人机。如果说是碰到蜂群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来讲的话，它可以打一片的无人机所以说他们称之为金属弹幕哈。这个也是解放军新式对无人机的防范。当然除此之外它也有软杀的，软杀就是什么？就譬如说电磁干扰啦哈，这个或者是说这个用电磁干扰将你干扰掉。所以你会看到，在俄乌战场上面，对无人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用渔网哈，让你飞机没办法撞进来。那第二个来讲，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现在无人机变成这个用纤维光纤式的，就它就不受干扰了，因为我有条线控制它，你这所有电波对它干扰不到。也看到过更奇葩的战车，我想大家都看到，那个战车装的跟乌龟一样哈，跟甚至于现在更新款的跟刺猬一样。主要目的都是在防无人机。那解放军现在来讲，如果说他用这种弹幕系统来打无人机，确实可以跟着部队一起机动。那对这种随伴在不管是战车部队或者是步兵的状况来讲的话，可以提供这个地面部队很好的一个防无人机的一个防护的装置。好，面对解放军这样低成本，然后大量密集，可能是自杀机，可能是这种遮蔽机，各式各样的这种战术跟打法。那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总统呢，11月26号的时候就表示，中国以2027年完全武统台湾为目标，要加强国防自主，预计未来8年要投入这个1兆2500亿的经费，打造台湾之盾。但是看起来台湾之盾标榜的高科技跟精准打击，都是来针对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对像无人机这种可以放弃，就是打你一个自杀式的不对称打法，杨老师觉得是对症下药，还是有点搞错方向？我先讲啊，在赖清德总统的谈话以及文字当中，他真的至少在文字上面，同时他也是这么讲，说中国大陆现在是以2027年达成武统目标。那你搞个计划拖到2033年有什么用？如果你是要面对2027年的武统目标，你提出一个8年的计划，1.25兆，我觉得这怎么对怎么呢？好吧，就先把这个东西当做他的口误好了。那8年分7年的这个预算，一年大概1800亿。其实隔一天，行政院就提出来的那个就是特别计划的草案，里面有7项他要采购的重点项目，我念给大家听。第一个，精准火炮，你要打嘛？对。第二个，精远打击飞弹，这是飞弹的。第三个，无人载具和反制系统，也就是反无人机的这个系统。第四个，防空反飞弹、反装甲飞弹，这基本上也是飞弹体系。第五个，进入到 AI 的辅助指挥管制、通讯、资讯、网络情报、监视及侦查，这个叫 C5ISR， 这军方的整个就是管控系统。第六，强化作战持续能量相关的装备及其他的装备。第七，台美共同研发及采购合作之装备及系统。我觉得有3个东西这个所谓台湾之盾面临到很大的质疑，一个是已经发生，一个是可能真实面对，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盾跟穹，就是来自于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它是有爱国者飞弹，它自己本身的飞弹一层一层高空，然后呢到这个低空的这个防御系统。可是你看，它跟距离1000公里之远的伊朗，在今年的相互的射击飞弹跟就是无人机，结果后来这个铁穹破功了，因为很多城市也都被打到了，然后呢飞弹也不够了，一波一波的打来，结果美国就川普，所以为什么去打伊朗的核设施？他现在救以色列，就表示铁穹也穷了。那现在川普也就学习到他要精穹，精穹就是反飞弹国家反飞弹体系。那现在碰到什么呢？这个预算、技术、人才，那能不能做到？而且到时候一定是更贵。那即使做到也打折。那各位不要忘记它这2个，一个铁穹，一个精穹，都是面对比较遥远，至少1000公里以外。那美国当然就是更遥远，在两洋以外的这些中程、长程飞弹。
可是呢，台海你距离多少？180公里平均。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刚才我把它讲的这个7项1.25兆都弄好了，就可以打火炮。它火炮的覆盖可以到400公里，到台湾的东海岸再过去。它火炮的这个弹道非常的低，你怎么去拦截？有没有用？应该没有210%的这个比率吧？哦，某位将军讲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面临飞弹防御啊，它火炮给你来的话，那你所有的这些打击飞弹、精准炮火等等之类，是不是都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都要大家思考啊，都没有人在做仔细的这个讨论。所以我们面对就是不管是2027还是之后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武装武力统一的这个作为，可能会有哪一些面对的这个项目？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到军事上、战略上，以及还是不是有政治战略上可以去让两岸交流、沟通，甚至和解的呢？是，这都要考量的。没错。好，上了节目呢，我们还有美国缴获南非人权议题，会把欧盟稀土战的策略给搞砸吗？还有中国大陆现在掀起了黄金热，可不是有老百姓要赚价差投资啊，后面有更积极备战的开战讯号吗？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这段时间呢去到了与那国岛视察，并证实了日本呢要在跟我们台湾很近哦，就在这个宜兰苏澳镇只有110公里距离的与那国岛来部署03式的地对空飞弹。那么在这之前呢，这座岛屿就已经部署了12式的反舰飞弹，而它的增射版哦，这个射程最多可以打到1500公里范围的目标。那这么多的这个威胁举动，当然看在中国大陆眼里是很不满意啊。所以国台办发言人彭庆恩呢，他就说，日方在台湾附近区域部署这些进攻性的武器呢，蓄意制造区域紧张，挑动军事对立，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动作。好，那么这个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也是发言了，就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他说呢，中国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加速侵略台湾的军事准备等等，也都让现在这块区域啊，这个台湾、日本还有中国整个牵涉来进去。那如果与那国岛部署的武器，加上台湾赖总统要增加军备部署的武器，加起来的力量，赖老师认为对解放军的威胁有多大？当然有威胁，但是我们要评估它的威胁有多大的时候，我觉得要思考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它的数量有多少，第二个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是自我保存的能力有多少。我觉得应该要考虑这两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它在与那国岛部署的是03式，是地对空的防空导弹，它可以打战机啊，各类型的战机，那也可以打这个已经接近它岛屿的这个超高音速的导弹啊。但是他自己说他能够打下超高音速导弹，这有点夸饰了，因为美国的爱国者3大概也只能打大概4.5马赫左右，而大陆的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基本上跑到10马赫是没有什么问题。是，如果在微重力或者无重力的太空飞行下超过20马赫，那这个问题也不大啊。所以当这一些超高音速的中程的导弹开始要转变为攻击姿态的时候啊，日本的这个03式能不能拦得住，我们是怀疑的啊。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它牵涉到它对无人机的耗损力。也就是说，大陆这一次为什么当你的小泉跑去说我在与那国岛这个部署了这个03式的防空导弹的时候，大陆的无人机马上就过来了。其实大陆就告诉你说，我可以用无人机去消耗你的防空导弹。那要看谁的数量多。对。那大陆的无人机，它很多都是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甚至还有很多是攻击型的无人机，它各类型的无人机都存在。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03式的导弹，它在的有效射程不会超过50公里，一般估计大概在48公里以内。那这个距离不是很远的啊。所以我个人导师推断的就是说，如果大陆大量使用无人机还有就是用这种中程的导弹。这个对于与那国岛本身的自我防护力，它本身是有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效能并没有日本能够夸饰那么大，它摆一个动作而已。
目前在宫古海峡这个海域，它部署了一个就是与那国岛的034，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宫古海峡啊，尤其是在石垣岛，它部署的是反舰导弹，就是您刚刚介绍的啊这个反舰导弹，12式的反舰导弹，12式的反舰导弹如果是陆基的话，大概是200公里左右，那海基的话大概在400公里。可是如果它用增程型的话啊，它可以400到最远到1500公里。可是我们还是要问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数量的问题，啊，那如果说它的数量不够多，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美国的 GPS 的制导，那它必须要确保它的电池站啊、电站这个部分里面，它能够有效的运行。换言之，也就是说，一旦中日一旦开战的话，大陆凭借这个 GPS 在这个战区，它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日军的这些部署跟防御，基本上来说效能有，但是不会他们自己夸饰那么大，没有那么大，是里面有一些水分啦。但是日本的种种部署呢，也让中国最近的网络再度掀起了热烈讨论，把一个2021年就谈过的老概念再次重新来这个冷饭热炒，就是日本针对台海有事的3层计划。我们陆续来看，第一层。水陆机动团相当于海军陆战队快速夺取关键岛屿，建立前线的据点。第2层大规模的兵力投送，还有第3层的远程的这些飞弹介入，再加上刚刚跟大家提到赖清德总统因应近年两岸形势不断的升温，这个国防经费要再提升，预计未来的8年内呢，要投入1兆2500亿元来打造台湾之盾。好，这就有意思了。李将军帮我们兵推一下，以目前台湾加上日本附近的几个岛屿这样的战备规划，如果真的跟解放军要动真刀真枪的时候，关键点在哪里？我们之前讲这个高市长要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到底日本要干什么事要干什么？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他要水陆机动团要大规模的兵力投送。然后飞弹介入，那这些飞弹是什么飞弹呢？也就是小渊进次郎他讲的这种对空型的这个3式的地对空飞弹，还有这个124的反舰飞弹。那部署在哪里呢？部署在与那国岛跟宫古海峡。那我将这整个结合起来用一个兵推的方式来跟观众说明整个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如果说这个如果解放军一旦要武统台湾，那我们台湾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第一个事情，我们一定做这个向东部来疏散我们兵力各位可以看到，所以画出来，我们海军大概会在这个花东地区的外海这个地方做海军的舰艇的输泊。那空军来讲，到嘉山花莲的嘉山基地。那我们做这些事情之后，那紧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解放军会做什么动作？我很简单讲。主援打点主援什么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一个作战，他用什么兵力呢？一定是用他的航母战斗群所以他航母战斗群，我们假设是辽宁号，因为辽宁号是在北部战区嘛，然后这个山东跟这个福建是在南部战区，他可能一边控领的这种巴士海峡，另外一边这个甚至于到苏禄海那边挡住美军航空母舰。这个从南海那边上来这个大概是解放军主援的部分。那从这边过去，好，那现在如果主援大家很清楚可以看得到，它势必要通过宫古海峡。我们每次都讲说，解放军的军舰通过宫古海峡，宫古海峡我们这边也跟各位量出来从北端到这个南边这边，这最宽的地方海域是300公里宽。那各位看一下，我这个画这个圈圈就是124导弹。200公里的这种射程，那北边部署一个飞弹群，南边部署一个飞弹群，是不是整个可以将宫古海峡封锁那如果说是对空来讲的话，它可以在这个50来讲，它可以在2个这个岛中间摆一个这种这个具有防空能力的这个驱逐舰摆在这边，就可以整个封锁宫古海峡。所以这第一个，那你在这边摆这124的这种反舰导弹，如果说对解放军来讲，是不是很大一个威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他打点的部队会用什么部队？我们现在就以这个解放军既有的兵力来看的话，那打点部队，我认为第一个来讲的话，他会用076的这种2栖攻击舰到花东地区来，因为我们海空战力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一定会到这边来跟我们海空，在这个海域来讲做一个海空的一个决战。那他不需要用到航空母舰了，他可能用076上面搭载的无人机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很可能会发生海空激战。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与那国岛你看是不是就在这个边边啊？就是不是就在里面？就在里面了，就在船里面。那你这个日军在这里面，你认为他会？如果说要协助我们台湾作战，要对解放军发动攻击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在里面？我们试想一个场景哈，就是现在来讲，我们都在讲，福特号战斗群在委内瑞拉，在加勒比海要打委内瑞拉，那你能够想象说，福特号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有一个岛啊，这个岛上面部署了俄罗斯的反舰或防空飞弹，那美军会不会跳脚？这到底就在这个地方。那你想想看，这个与那国岛，这就是为什么小泉进次郎要在与那国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然后解放军来讲会在这个地方才严正的抗议，而且会跳脚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哈。那再来我们第三个。它的这种这个水陆机动团是干什么？我们都想，你日本来讲的话，你是防卫为主啊，你干嘛要建立这种公司部队？抢滩吗？对，就是抢滩。你知道登陆作战，我们一定要反登陆作战。反登陆作战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叫逆登陆作战。各位可以看到，如果说是在北部地区，它这个我们用075的船团在这边登陆上来以后，我们在北部这个地方抵抗。如果这时候船团停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是这个日本要驰援台湾，要介入台湾的事情，它的水陆两栖登陆船从屁股后面再给你打上来，这就叫逆登陆哈，就你登陆滩头，你建立了滩头阵地，我从你滩头阵地再打上去，那时候你如果这边再打上来，你各位可以看到这075这个登陆船在这边。这边是我们守军这边当做一个砧板的意味。那你这块肉放在这个地方那上面来讲一把菜刀又从后面砍过来，那是不是对台澎作战、防卫作战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就陷于一种不利的状态？它必须要有效的阻止这个机动船水上。水陆机动船团来登陆，当然这都只是一个兵棋推演的一个想定，可是我个人来讲是依据小泉进次郎讲的话，还有这个我们台澎防卫作战汉光兵推的一个常态，还有说是这个一般的登陆跟反登陆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模式，模拟了这个状况来跟各位观众做说明，为什么这次解放军会这么跳脚。好，谢谢将军每次都有这种亲自手画的独家的内容在我们节目上曝光。刚才谈了一些日本或者说自卫队或者是小泉这样的这个长官呢，他们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台湾这边是怎么想的？赖清德宣布投入1兆2500亿要打造台湾之盾，让台北股市这几天的军工题材又变得火热起来。但这些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具体会用来补强哪些战力？是说要发展不对称的作战吗？还是来添购一些高科技的武器呢？怎么做钱才花在刀口上？我以为你很了解。1兆2500亿大概就是400亿美金。400亿美金，赖清德说分8年来做国防特别的经费，那表示1年这个8年就5840，一年多了50亿美金。50亿美金，我们现在基本上1年大概已经有250亿美金，3%嘛，对，250亿美金的一个军费，如果再加上这个40亿美金，就将近要300亿美金，对所以将近3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军费，那多出来这个40亿可以打造一个台湾之盾。什么叫台湾之盾呢？就是我要有岸基反舰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大陆的船队。第二个，我要有足够的防空导弹，不管是我自己研发的，或者是爱国者飞弹增购的，那我可以做攻打这个解放军的飞机、战斗机的。那第三种，我要有足够的可以接管无人机的。所谓接管，就是大陆无人机来，那一个无线的。无线的我可以抓到它频谱，把它控制下来，让它不会攻击到我们的基地、雷达等等，或者是可以把它击毁的。那这个叫做无人机的这个防空系统等于是低空防空系统。然后再来呢，就是对于火箭炮，那大陆上的火箭弹好不好防卫，目前没有技术上的资料可以做判断。那基本上它用的是铁穹系统。可铁穹系统是可以用那个哈马斯的火箭炮，可是不能够用火龙弹这2码档次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因为大陆的火箭炮大概打个100公里，那火龙弹可以打到400公里以上，所以这两个区别很大。我们不晓得说，赖清德有什么技术的档次可以打造这个，但是如果如他所想的，他可以阻挡火箭弹、火龙弹，可以阻挡无人机，可以阻挡这个战斗机，也可以阻挡这个导弹，对不对？当然，赖教授在笑，赖老师笑出来了。不然你要知道有梦最美嘛，好吧，希望相随。最美好，所以他打造这个叫做台湾之盾，也就铜墙铁壁，你解放军的攻击力道会被我这样消损掉消损掉。那这个某种程度来讲，算是不对称作战也对了也算是不对称作战，但是可以增强多少这个战力？那我倒是不是很乐观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前，我就认为俄罗斯一定赢，对乌克兰一定输。可能当时很多人觉得我意见太过唐突了，那现在证实我的判断对。我的判断的基础只有一个，就俄罗斯一年它的 GDP 将近3兆美金，乌克兰一年大概只有600亿美金，巨大的差，3兆跟600亿，这个差距有点远吧可是如果要我来判断，现在台海两边，大陆现在是18兆美金的 GDP， 台湾是8000亿美金的 GDP， 我的老天爷，这个差距比俄乌战争更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现在台湾的军费如果到了我刚才讲了快要300亿的话，快300亿，300亿美金就是5%的 GDP 台湾要气喘吁吁才挤得出这5%的 GDP 每一个人缴税啦或等等，或者节衣缩食才能到这个阶段。可中国大陆只要1%就是1800亿，1%就是1800亿，何况他们现在的军费只占 GDP 的1.6%，他随便加个1%，对不起很轻松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没有到达3%以前，都很容易应付。那请问中国大陆加个1800亿？我再怎么加才300亿，然后368，这6:1，是这个战力再怎么补强，我都没办法。一个军备竞赛，台湾是一定输，一定输。然后你军备竞赛输，你说要靠我的兵源比较多，你兵源比较少。你说我要靠我武力比较强，我武力都买的中国大陆自己做的它成本就比我低，所以数量会比我多。然后说军队的指挥官，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要误会台湾的军官的训练现在已经不如大陆的解放军的军官的训练。我当然有很多的指标数字可以来看这个问题。那一个军队里面没有好的士官，没有好的军官，那这个军队是没办法打仗的打一定输，就跟乌克兰一样。为什么？他第一波的时候士官都差不多死光了，那个将军们都很清楚，一个军队没有士官可以带，你上面再会指挥，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士官就是陆军部队的灵魂啦。那台湾在这一块薪水那么低，没人要干个几年就走路了。所以来的士官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经验的士官，不像大陆的士官动不动就是5年10年的经验。我不晓得就叫两位看怎么弥补这个人力的弥补是最困难的地方有钱都搞不来的。所以我认为你在什么高科技的武器、无人机的操纵、FPV 什么在弄，这个跟大陆档次都差很远。那人力素质等等差距一总概算下来的话，你这个台湾之盾只是台湾捕破网。所以委员还是用这个经济面国家机器整体的后勤跟整体的 GDP 这样一比较之下，还是非常的明显。但是两岸人民同文同种，相煎何太急？我们还是希望呢，不要只走到剩下战争这一条绝路了。中美之间在这个中东的霸权展开了新的一个战线。我们今天特别来关心的是，川普说要卖这个 F-35给沙国，但是呢，此刻五角大厦也特别叫他喊停他说中国，你如果卖过去，中国可能就会偷了我们的技术。北京另外一方面则是同时扶植沙国跟伊朗在军事上面的发展，中美霸权在这个区域谁更胜一筹？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这是来自于最新消息，这是川普自己证实的，确实他现在有在考虑
虑了。全球最强的逆踪战机 F-35，他说他想要卖给沙烏地阿拉伯，而且川普还说了，他们想要买很多很多架。那么现在初估呢，美国可能出售给沙烏地阿拉伯 F-35达到48架，价值更是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目前沙国本来就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如果现在大家做预估，沙国又能够拿下 F-35的话，恐怕改写整个中东在空战的一个情势。而目前 F-35其实只有在中东地区，美国只给了以色列而已哦。那五角大厦也做了一个示警，他们认为说沙国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蛮好的。如果说你的 F-35真的卖给他的话，中国就可能得到美军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他们的 F-35技术会不会被大陆给窃夺走呢？美国要紧张的事情还有中国大陆近期在中东地区的军武上面的渗透，包括了跟沙国建立了这个导弹生产线，并且大陆愿意转移更远程的这个导弹上面技术支持沙国，并且也提供沙国在雷射防空系统天盾的一个武器系统哦。CNN 做爆料，不只是在布局沙国，大陆更是秘密的按住伊朗来做全面它的飞弹的重建，并且提升它的技术。美国的议员这时候也突然间呛瞎，他说大陆共产党从欧洲他们势力不断扩展到中东地区，持续助长威权扩张到另外一个重要领域的国家了。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到川普，他一方面想要拉拢沙国，透过 F-35卖给沙国来拉拢，并且一起联手牵制不管是伊朗或者是中国，但是又怕 F-35的技术被中国窃走，川普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大使怎么看？我看川普是没有办法卖的，因为这个最主要，我认为反对的原因是以色列，是犹太力量。因为这个其实沙特是你要买什么武器他都卖，他跟美国一向是有买武器，有那个天花板的透明天花板，就是不卖。当年我们这个沙特跟我们关系很好，跟我们断交，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大陆那时候说，我来提供你这个东风导弹系统，然后我把技术转移给你，因为什么？因为沙特跟美国买，美国就不卖。美国对于沙特这个你这么有钱的国家它是不卖给你的。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不卖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因为美国要让以色列周边所有国家没有攻击以色列的能力。那在军事上，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是优于周边所有国家的。你不要说沙特拿不到，这个土耳其拿不到 F-35，土耳其还是北约国家。那土耳其拿不到，土耳其内部就有人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回教国家。所以美国的武器第一个，你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话，你这个武器绝对不能把先进武器，或者我给你武器超越或等同于我给以色列的武器，这是一个禁忌，不会给你的。第二个，美国武装这些回教国家都有上限的，这个有它的考量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讲说，是因为中国大陆要拿到 F-35的核心技术才不卖，我认为是借口。而且呢，中国大陆歼35、歼20比你的性能还好，有什么好偷的？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好偷的。对你美国的空间站，他的人上去，机件故障9个月以后才下来，对不对？少女变成这个少妇了，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人家9天就解决了，对不对？天宫站它的那个这个火箭，对，他那个接收，因为他的那个座舱被这个太空的流星雨还是什么打坏了，有一点点瑕疵，花了9天就解决了。所以现在歼35、歼20都是中国芯，中国芯的意思就是说，他连发动机都自己做的。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也不觉得中国大陆有什么一定要你歼35，你的涂料了不起吗？那你为什么要 F-35？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卖给沙烏地阿拉伯最大理由还是以色列。好，所以以色列一直都是美国的软肋，这样看起来，这个美国的武器要出口到中东还是有它的上限。那大陆会不会趁这个时候趁虚而入，用更大胆的军武合作，像是跟沙国跟伊朗合作，来稳下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干哥又怎么看？
这个议题是假议题哈，也就是川普要卖48架 F-35给沙烏地阿拉伯，这完全是假议题。为什么？因为不会成功。再来，川普这一届做完了，还有没有下一届不知道。但是在这一届做完之前，沙烏地阿拉伯排队都排不到，也许他可以在台湾之前排队等到 F-35，最快的时间大约到2032年才拿得到，所以这是假议题，不要再纠结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看待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美国在这个刚刚大使讲的回教国家是拿不到的，对，你就是拿不到。为什么？第一个，美国对于回教国家的飞行员一点信心都没有。土耳其也是。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任何回教国家，包括最会用武器的飞机飞得最好的叫埃及都拿不到。所以当然了，这里面回教世界最有钱的老大当然是沙烏地阿拉伯了。沙烏地阿拉伯我说过嘛，买了1000辆 M1 坦克啊，1000辆啊，吓死了。这就是说等于它是整个北约加起来的 M1，它都比人家多。但是回教士兵操作坦克跟飞机的结果都很让美国军事专家头痛，很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进步的思维跟文化去操作这些东西。再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的反对。其实第一个扣关想要买 F-35的叫阿联酋这国家，也是有钱的要命。结果美国说一句什么，你知道吗？阿联酋5年前要买 F-35，他说可以，我们可以考虑卖给你，不过我们要加装特别开关。后门。什么叫特别开关？特别开关就是说，万一你们跟以色列有冲突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开关给关掉了，让你们的飞机不能起飞。我们听起来跟天方夜谭一样，但事实上美国是有技术远端遥控的。那阿联酋就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卖给我们了，就像美国卖那个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说放在琉球不给我们等到我们真的台湾有事才要交给我们，那像话吗？所以阿联酋就拒绝了，说你不卖就算了，不要用这种莫名其妙的借口。所以美国其实很防很防说这东西要是万一被中国给技术窃取的话会怎么办？不过美国人的担心你们是对的，因为你们任何先进科技根本完全逃不过中国人的眼睛。当然这是一种学习，你要说模仿也可以，可是我跟你讲，只要沙烏地阿拉伯拿到或者阿联酋拿到的话，F-35的秘密会完全公诸于世就是说中国它一定也会跟沙国分享。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老实讲一句，你要把 F-35卖给沙烏地阿拉伯是具有极大的风险的。那沙烏地阿拉伯恐怕它在这个态势感知能力的培训跟提升的话，美国还要派专人去教他。所以像日本没有这种问题，澳大利亚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它的军事资源跟建构就已经有那样的水准，不需要特别派教官去教。我卖给台湾，我们还是要去学。像沙烏地阿拉伯，他要从头学起，这件事情根本不会成功的，所以不要太伤脑筋。对，或许这个沙国也料到美国根本就不可能会卖 F-35给他们，尤其是也有了这个刚刚干哥帮我们听到5年前阿联酋的一个先例所以呢，沙国现在其实在外交上面透过一些比较灵活的方法也来做制衡。那沙国的灵活外交就是跟中国大陆的好友巴基斯坦在近期展开了一个密切合作，双方最新签下了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等于说有一方受到攻击，就等于攻击的2国，所以2个国家其实共享军事情报，甚至是核能力上面的合作的。一边在中东，我们现在看到2个势力，一个有美国加上以色列，那另外一方面最新的这个中国加沙国加巴基斯坦的新三角，能不能在这边如何做一个竞争？那以色列的 F-35的这个空中的优势还能够守住多久？像这个又怎么看？最近在中东的这个各方面战争或者是备战的情势呢，背后的武器供应来自美国跟中国这2大阵营越来越鲜明了。我们首先看美国跟以色列的部分，以色列最近才用30亿美金买到了25架 F-35所以很便宜但是台湾好贵但就怎么那么便宜？果然人家几还是不太一样当然其实因为主要在以色列称 F-35叫做全能者。
认为它可以主导所有当中空中优势的战争。要知道，在加萨地区，现在以色列在轰炸加萨地区超过3600个目标点。打了飞弹已经超过6000多发单是这个飞弹，所以这个武力当中要不断的扩充。要知道，其实在整个空军来讲，其实以色列长期都是 F161的风暴战机，是它到现在为止的主力，所以现在一直在继续扩充到 F35，它希望还是要拿到更多的优势。而这其中很大的原因确实没有错，其实就是刚才讲，另外一边包括中国跟沙特跟巴基斯坦。我们知道巴基斯坦除了在印巴的这个战争当中打了非常厉害之外，其实大家都公认，国际上就是前阵子巴基斯坦打阿富汗非常非常厉害，而且这个里当中也包括陆军的部分的动员、体系化作战，可以说连夜之间的快速抵达，这整个战术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陆可以说教他们的体系化作战的，包括地面的战术。所以陆海空除了海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在整个中东地区，巴基斯坦展现了中国背后的军力跟作战方式。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沙特这样，沙特长期以来其实买美军的武器为主，他们买最贵、最多、最新的 F35，当然有的是钱，因为沙特的做法不是为了打战，是为了威吓，钱转成武器，最厉害的武器、最厉害的飞弹，而且可以买苏联的、买中国都可以买，他的土地上都有，他就是要做威吓。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对于 F35当中控制，说法是怕它流到技术流到中国，当然中国需要吗？刚刚大使已经解释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必须要得说，这种作战的部分方式，我认为也确实吸引沙特。我觉得最近在包括珠海航空展2025年，包括长春航空展当中，你看到的都是沙特都专程派团队去东看西看。当然，美国不太愿意，也不太可能会阻止他们买中国的部分的武器，但至少这个体系化作战或透过巴基斯坦，现在他们就是付钱给巴基斯坦，用中国的武器一起保护沙特的这个紧密的联盟，看起来是突破的方式。中国大陆一出手，现在中东的战力是否天翻地覆了呢？因为最新消息有伊朗现在的飞弹库是满血复活，有一个说法，2000枚骑射会来压垮以色列。那么底气来自于哪里呢？根据外媒的报道，就是来自于大陆。另外也传出来说，伊朗要买大陆的歼20跟红旗9B，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于这个接下来的战力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难道这一次伊朗真的是满血重生了吗？因为就在11月12号这一天，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在首都的德黑兰这边举行了这场非常大的这个叫做国防的成就展，立刻是陈列出了各种的武器包括数十个不同型号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包括了有极音速飞弹尼什，还有这一款叫做海巴尔谢坎的弹道飞弹，其中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就是这款弹道飞弹，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优势跟它的战力呢？它号称是伊朗版的碉堡克星，射程高达了1400多公里，那么弹头重量500多公斤，它的瞬间的撞击的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们来看到 CNN 这个时候就点名了说，伊朗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就能重建它的飞弹军火库？答案来自于就是因为大陆给他们的底气，因为大陆方面呢，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就不断的运送2000公吨是用来制作飞弹的这种固体燃料，这个叫做过氯酸钠，预计这批原料就能够让伊朗来制作出非常多，高达500枚的飞弹。CNN 更是预估，如果冲突再起的话，伊朗这次的战力会超过6月的战力，一次可以就发射2000枚的飞弹，压倒来自于以色列的防卫。伊朗半年内又快速的复活，极音速飞弹再加上碉堡克星，以色列的噩梦来了吗？难道他的底气是真的来自于北京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现在伊朗要对以色列实施饱和攻击，那就要飞弹的数量要多才能够达到饱和攻击的效果。那现在按照伊朗的，因为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40年，那40年，伊朗在这一方面的这些经济的条件、科技的条件，毕竟代差落得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大。那现在靠谁？靠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那伊朗穷啊，但是伊朗有一个好处，叫伊朗石油。伊朗最大的石油输出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好，那拿石油来换钱，拿钱来买技术，买相关的零组件。所以我认为它必须有3个突破。第一个，
飞弹的燃料，因为现在飞弹呢、很少用液态了，液态毕竟这个不稳定，而且这个装填之后20小时要发射，那都用固态。那固态燃料，那现在谁能够供应？那像中国大陆买嘛，那很容易拿钱来买，所以我们讲的是固态燃料。第二个零组件，伊朗做不出来的啦，它只能拼可以。那这个重要的零组件从哪边来？要从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在中东啊，因为它8000多万人口，算是一个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算是个大国啊，它又是这个回教什叶派，是比较主张激进的基本教义派的，是这样。那他这样子很简单，要向中国大陆买零件。那中国大陆，你既然要买零件，中国大陆的专业的人员、技术的代表也要靠中国大陆，要这个样。然后最后一个，伊朗是不是要我们讲 offset， 就是技术输出？就是说我不能一直在靠中国大陆了，你要到时候要教我，我也要会啊。是要这个样，我不能一直靠你技术代表过来啊。那伊朗在这方面也要形成一个气候，就是技术的保障，希望伊朗到最后能够自力更生、自主国防，是这个样。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威胁最大，我们看到来了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它会相应的来提升它的军力。它现在整个中东的地区，你现在来看，首要的目标反而是伊朗。你看看这个加萨的这个巴勒斯坦也好，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现在叙利亚也被美国摸头了。本来的叙利亚后面是伊朗在挺的，现在叙利亚的新总统现在是由美国，他到白宫去访问呢，上个礼拜这很清楚了。那也门的胡塞组织呢，后面的老板也是伊朗，所以看出来说，伊朗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也是伊朗。那个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啊，反而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处于这个冷和，比较但有一些心结，但是问题是美国在后面，那两个就不会没事。假如美国在这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两个会没事，那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在这方面，它所承受的威胁可能会越来越大，来自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把它周边的都已经解决了，它就可以专心应对伊朗。那伊朗的威胁压力增加，它就要找替代来源，就是中国大陆。那它就要先强化军备，所以伊朗的空军缓不济急，所以先发展飞弹为快。你要以航空还是以飞弹来主？你哪一个？航空时间久，成军的时程拉得很长，没有办法，缓不济急。但是飞弹很快，飞弹直接现在它又是3倍音速，到最后面3倍音速，将来伊朗可能还会往极音速去发展，就是高超音速要到5倍音速以上，所以变成载的弹量要够500公斤以上，0.5公吨以上了。另外一个速度要快，然后看看伊朗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我们的 CEP 值就是圆周弹道误差要准。你不能把弹道黄胶，你打出去这个弹道黄胶啊。换句话说，惯性导航跟这个卫星导控里面的抗干扰能力还要够强才可以。所以伊朗在这一方面绝对要靠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支援多少，伊朗的飞弹的技术才会提高到多少。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面对加剧的地缘政治，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哦。所以刚刚将军帮我们看到嘛，先来做比较简单的，至少先把飞弹发展起来，再好好的布局它的空军。那确实，刚刚除了飞弹之外，伊朗确实也有想要好好布局它的空军，所以他现在也计划用它20亿美元价值的石油来买大陆的什么呢？2大杀器，第一个就是歼20隐形战机了，第二个就是防空系统红旗 9B。他说红旗 9B 之后会来搭配俄罗斯的 S300整合系统，补上伊朗它等于它防空的最后一块缺口。如果真的有这些武器的话，对于它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能够跟以色列来稍微做制衡吗？厉将军怎么看？6月份这个伊朗跟以色列12天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用的是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在整个伊朗上空对它这个肆意的攻击。那伊朗能够反击的力量，大概就是用它的导弹。当然，双方这12天打下来的话，伊朗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防，完全是在裸奔的状况之下。当以色列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它可以拦截到一些伊朗的导弹，但是后期来讲的话，
它慢慢这个防空系统也破了一个洞哈，让这个伊朗的导弹可以攻击它很多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伊朗现在最急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它怎么样建立它的防空的系统。那防空有2种啊，一种是矛，一个是盾啊。所谓盾，当然就是防空这个导弹为主哦。它现在有的是俄罗斯的 S-300，但是数量来讲远远不够，能力来讲可能也比较弱。那如果说能够获得大陆来讲红旗9这款，红旗9大概比照的等级大概是美军的爱国者3这种等级哈，所以它防空能力是比较强，可以有效的建立一个区域防空的一个体系。那如果说是能够建立来讲，我相信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的 B-2轰炸机哈，应该是不敢在这么嚣张的如入无人之境到伊朗上空来肆意的攻击。当然，如果说能够获得矛，也就是歼20这款战机，那我们从印巴空战可以看出来，光歼10C搭配搭配到这个PD-15歼导弹就可以对印度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战胜的一个战果那如果说是这个歼20来讲，它隐身战机，我相信它的效能一定比歼10C更要好。那这样的话，更可以有效这个遏止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对它本土的打击。但是我们要有待观察，歼20这个，我相信中国来讲，不见得愿意会卖给伊朗。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也看在眼里面对于现在整个伊朗，然后有背后中国的撑腰，所以美国华府现在非常的焦虑了。赶快看到最新消息民主党的议员赶快联手，他们一起致信给国务卿卢比欧跟 CIA 说呢，大陆提供给伊朗这么多的化学品来帮助他的军备重建，这是对于大陆来说对于伊朗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陆呢，它的已经势力从欧洲扩展到中东国家去了，整个威权正在扩展当中。我们还记得这个川习会才刚落幕，谈得不错，川普有可能在这时候对于大陆做出制裁吗？那川普手上又有哪一些牌可能做反制呢？聂老师又怎么解读 ？OK， 古语有一句话叫"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哈。那你什么做都可以，那别人做都不行。你可以说，在这个加拿大呢开 G7 会议，2天后说，对不起，我要离席，我要回去做一个重要决定。2个礼拜，然后就告诉这个伊朗说，2个礼拜你再不怎么样，我就要去炸你。结果2天就 GBU-57就炸进去了，60公尺深的专体的这个炸弹。这件事情，请问全世界有谁打法？没有，因为美国人做才是对的，美国人去支持以色列。是好事，是拯救全球，你觉得是吗？11月11号这一天是大陆的空军成立76周年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陆的官方典礼，比这个更震撼的事情是，他们播出了这个宣传片，叫做《梦远》，正式的发布了。不过呢，这个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里面出现了一句“新家伙”。这个新家伙一出来，就引爆了中国全网的高度关注。这个新家伙其实大陆官方是没有公布它的型号跟它的性能参数的，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官方当时在通话有说，这个威龙1号收到已经与玄龙的协同，那么玄龙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它就是这一架逆中的无人机，也就是玄龙08呢？被认为它可能就是攻击11的逆中无人机，是可以和歼20一起来协同作战的，也代表说是不是解放军空军正在加速打造，包括了有人配上无人一起协同作战的一个体系。张震老师怎么看这个？首先，新家伙是指的是谁？是攻击无人机还是其他的武器？歼20搭配的这个攻击11是中国已经抢先美国完成整个中程僚机的系统吗？面对5000年的战略文化，亦真亦假，以假是真，以真是假。所以呢，这个很多东西不到真正出来那一天，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存在。但是有3句话这个确实非常重要的：第一，落后就会挨打；第二，模仿只能追赶；第三，弯道才能超车。所以你可以预期未来中国大陆很多的军备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某某某，它有很多的概念完全是翻新的。所以呢，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信念：抄袭就会被反制。所以你照着别人的瓢来画瓜，
然后你到了最后，你就发现那个理念人家已经掌握，自然就可以知道怎么反制。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完全创新，事实上已经有好多东西是完全创新，然后西方完全都没有想象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发展的趋势。至于呢一句话，搞得大家心痒痒，可能到了最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好，目前大家都还在猜说这个武器到底是谁，是这个新家伙到底是谁。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是来自于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网的一个爆料，说正在试飞的这一架是这个巨型隐形飞翼无人机，是不是这个无人版的轰20呢？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些小档案。现在异常说高达了42公尺，比美军最新的 B21它的突袭者战略轰炸机还要大了一整截，只小于 B2 的幽灵战略轰炸机，会不会它就是无人版的轰20呢？赖老师怎么看？这个我们还没办法证实哈，因为大陆的官方有关于这个轰20传说很多了啊，但官方从来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那基本上来讲，在谈到轰20，也就是说，我记得应该在去年航展的时候香港有一位记者就特别问到大陆的空军的副司令就问到说，轰20会不会在深圳的航空展会出来？然后他就说你们看看吧。这个时候给大家都感觉到说，哎呦要出来了，要出来。结果去年深圳没有出来，今年一样也还是没有出来，所以大家都在问说，那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因为轰20如果出来的话，那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这个战略武器哦，因为它可以确保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是你几乎无法阻挡的。那这个对于大陆来说，它的核武的数量就不需要到4、5千枚了。其实1500枚也就绰绰有余了。对，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这种轰6K，因为轰6K它本身不具备有隐身的特质，可是如果是轰20的话，它一定要具备有隐身的特质。第一个，第二个，它必须要是跨洲的这种长航行的飞行，所以它的块头一定要很大，它本身的这个燃料一定要能够供应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进行。这个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在哪里，可是它随时可以用核弹来打击你，这是由空中来打击你地面的这个这种战略的设施，不管是战术性的打击或是战略性的打击，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战略性的打击就是打大城市，打大的工业区，例如说像硅谷这样的一个大的工业区，用几枚核弹就可以整个摧毁，美国就瘫了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你要确保能够对于美国的本土进行，你美国毫无拦截能力，包括精穷做出来也都没有拦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轰20是当之无愧的。那问题就是在于什么时候出来，而它性能会不会超过这个美国的 B2或是 B21？B21我们基本上来讲会认为它比 B2还要差，虽然是新造出来的，但为什么？因为它是阳春版嘛，就好像我本来造一个豪华的这个跑车，结果因为我现在穷了，所以我造出一个阳春版的跑车，那叫做 B21然后我就说我 B21比 B2好，没有人相信，因为你是泡面嘛，你阳春版的，阳春版不会比原本的豪华的还要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美国怎么吹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轰20一出来比 B2还要好，那这个美国它基本上就会吃不住了，因为它怎么办？对，那对于中国大陆，它在核打击的战略方面，它就不可能再产生任何威慑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问题不大。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您提到的攻击11，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攻击21了，那这也是经过也准官方证实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编队飞行中有这个歼16D，这是电战机，它可以扫除空中的障碍，然后有歼20它是踹门的一个空中堡垒，可是搭配的，因为这个歼20它是双人座的。所以它搭配的就是攻击11或者攻击21，它可以更深入的进行战略性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陆的空战来讲，它已经开始具备有跟美国较量的局部的优势，这个对美国压力是很大的。
是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展示它的这个空军上面的实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刚刚提到了嘛，这个习近平他在整治这个火箭军，不过现在也看到说有爆出一些比较动摇基本盘的一些大事件，这是来自于外媒《纽约时报》的指出哦，他说习近平曾经把火箭军视为是2049年这种世界级军队的一个关键，但是确实可以发现的事情是在这1-2年之间，内部有深层的这个整肃跟贪腐的连环爆，动摇了这一支那个负责核武力的一个核心部队。那五角大厦也揭露说，火箭军贪腐导致地下飞弹仅工程被破坏，甚至有偷工减料。那所以现在也看起来说，中国近期不是我们不断的在报道说集中发展，不管是福建舰或无人机，代表说习近平不想把战力重压只有在火箭军吗？那整肃火箭军对于解放军来说，到底是伤害还是帮助？委员又怎么解读？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海军啊、空军啊、也陆军啊都有很长远的发展的历史，所以它的规模在成长过程跟它组织的监督管理基本上跟得上。火箭军就不太一样，它有2炮部队所转型成功了，就一开始预算突然间快速膨胀，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有情形，就是你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系统根本就跟不上。那你一跟不上的话，有那么多的采购事项，那么多的工程事项，从火箭军的各种基地啊、地窖啦等等啦，还有采购啦，还有零组件啦，那个是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庞大。一下子这么庞大的话，有一些这个监督单位对于他们所报上来的一些工程啦，或者一些技术的需求，基本上不一定马上跟得上。通常这种监督人是要干过技术人再来做的，可是因为组织实在太快膨胀，就引起了一些上下其手的机会。这个上下其手的机会，对于北京的这个政治局来讲，他担心会不会北洋舰队重演买了武器，明明监督的零组件是对的，结果真的装上去了，是不是正确的偷工减料然后这个一打开，这油料没有很充足，这种事情他们非常的担心。还有说你试射我就买了，就你试射资料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一连串，所以说基本上北京的这个政治局还算英明还算英明，他不会被这些人给糊弄了，所以不断的派人去调查，就发现一拖拉库的一些贪腐问题。对习近平来讲他也只能什么？这个长痛不如短痛先处理了再说了，先处理了，那再从其他什么海军空军调人来管那看能不能一阶段让这个监督管理系统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像大陆的海军空军他们采购什么东西，些东西，它的管理制度已经很上轨道了。可是偏偏火箭军有很多新的不得了的东西这个固态燃料换那固态燃料，为什么价钱不一样？上面的不一定搞得清楚那中间就有可能出现上下其手。像我们台湾有某个石油公司在做那个天然气转接站的时候，说报价95，就公司觉得怎么那么少你要报多一点，你就知道这问题都出来了所以我想习近平是很有决心要把解放军的火箭军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实力的。那有贪腐的话，实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即使说把这个领导阶层几乎是换了一遍换了一遍，当然刚开始指挥经验各方面不足嘛。可是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快速膨胀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你的控制系统根本就会跟不上。